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，这是我的面试邀请函。嗯，好的，稍等，我查一下。夏言是吧？对，这边请。好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运营部运营岗位的夏言。坐。为什么想来 SG？ 基于了解，也基于挑战。SG 目前主推以女性用户为主体的项目，这和我之前工作负责的项目有所重合，也是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领域。当然了，作为新州地标性的互联网公司 ，SG 是每一个运营都想来的地方。我已经从业6年，我认为我做好准备了。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好。从运营的角度评价一下秀我吧。秀我和其他电商比起来，对用户的划分更为准确，这对推广运维来说有利有弊。好处在于用户具备共性标签，省去了前期推广时对用户的筛选，但同时也为秀我后期的维护增加了难度。主要依靠网红自己与商家的合作，通过接广告的方式。可是女性社交电商平台不止秀我一家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，有什么结果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的。谢谢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挺不错的，专业过硬，想法也挺多，而且经手的项目成绩都不错。我觉得也不错啊，看来薛总监又有一名得力助手了。但是这个人呢，曾经是我们合作公司的员工，如果把他招进来，可是有挖墙脚之嫌的，在业界影响口碑都不好。他的面试邀请是谁发的？好像是徐总亲自让人事部发的。来了，来啦！哎，把门关上。哎，你换鞋啊？哎呀，换什么换？你买的什么呀？这是？好吃的。买什么？哎呀，好吃好喝。别往餐桌上放。啊，不是我这做了一桌子菜，你还买这么多吃的呀？烫饭。本小姐高兴。还用得着问吗？肯定是有什么好事儿。说吧，又集邮了哪国的帅哥啊？找个帅哥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是庆祝我找到工作了。工作？你找工作？想通了？哎，你好，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居然会变成家具店导购，欢迎光临。这讲哪出啊？来，为了庆祝我开启人生新的篇章，我们干一杯。干杯！等我一下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 SG 人事专员，请问是夏言夏小姐吗？对，是我。很遗憾地通知你，没能通过我们的面试。哦，我能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吗？抱歉，我只负责通知面试结果，具体原因不太清楚。祝你找到满意的工作。好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谁欺负你了？我被 SG 拒了。为什么？我也想不明白，我明明表现挺好的呀。好好想想，是不是面试的时候疏漏了什么？不会啊，我面试的时候看他们表情都挺好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有什么疏漏，他也至少告诉我被拒的理由吧。你是不是得罪哪个面试官了？
我都是第一次见他们。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好。哦，之前我们在星辰聊合作的时候，我见过他。他这个人吧，看上去就冷冰冰的，而且看我的眼神也奇奇怪怪。女的吧，同性相斥。哎呀 ，SG 不会这么草率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明天我得去问个清楚。哎，大表姐你就让她去吧，她不问清楚完了睡不着觉。对啊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又不是非去 SG 不可，那么多公司呢。来吧，继续干杯。来吧。喂，妈，夏言家呢？夏妈妈好，夏妈妈好。听见没啊？什么？腰怎么扭了？我现在就回来啊，躺着别乱动。要不我们几个陪你一起去吧？菜都做了，不吃该浪费了。你们去帮不上忙。你吃什么呀？随便吃一口就行了。你把那个拿走，路上吃吧。行，我的爽。恭喜你！哎呀，去吧去吧。你们吃啊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好，给夏妈问好啊。哎呀，来，我们仨喝吧。来吧。这是等价访谈的几个基本要点，就我们最近收购的几个应用谈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。像这几个问题，都交给你来回答吧。徐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徐总监，人事部没通知你吗？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。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2轮面试，评分都很高，自认为3面也不错，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。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，我到底是哪里不足，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。他被淘汰了。对，面试结束之后，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，他说夏小姐是因为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而被辞退的。辞退？怎么会是辞退呢 ？SG 一向用人谨慎，档案上有不良记录的人，通常首面就会被淘汰。你之所以能通过2轮面试，只是因为星辰那边的档案更新速度太慢了。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，除非你能给到我有效的离职证明。徐总，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？从程序上说，确实没错。程序，我之前在星辰的工作成果，你们2位也都看到。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，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。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还要重要吗？当然不是，重要的是结果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你是被人陷害的，那也只说明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失败，自我保护意识不足。以后你要学会看人。薛总监说的没错，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，重要的是如何让星辰收回他们的诬陷，把辞退记录消除。如果星辰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，你们2个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？当然。面试已经结束了，人事在12点之前会确定录入名单。现在是上午9点半，也就是说你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清白。好，我证明给你们看。这是我打印好的离职证明，证明我在星辰的这些年没有任何过失，是主动辞职。请签字盖章。本来以为用不到这个的，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那我们就白纸黑字的写清楚。怎么，他们给你写成被辞退了呀？哎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底下的人是怎么办事儿的。不过这人事部那边也是按程序走的，我这里有点忙，要不这样，你改天再来，我帮你问。我今天就要把事情给办了。那我可帮不了你了，我这儿还有个会要开，而且你已经离职了，在这里进出也不是特别方便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到外面去。好，我本来是不想让孙总为难，才过来找你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只能去找能办事的人来办。你找谁都没用，这离职证明得孙总亲自签字，我们才能盖章。
但是这孙总今天好像还有事儿，来不了。喂，今天不准来公司，谁的电话都不要接，无法接通。孙总，孙总，孙总，孙总。我们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光是向外做进一步的拓展，而且是要向内做进一步的改革，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，因为人才永远都是发展与创意的核心。我们呢会推陈出新，也会夏言，都这点儿了，你也该饿了吧？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去？我等孙总一起吃。等孙总？你等孙总恐怕要等到明天了吧？思思，徐总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知道，如果是徐总过来，孙总就算有再忙的会，也还是要赶过来的。刚才那个电话，不是徐总助理打的吗？打电话的是我的闺蜜。夏言，有什么事儿呢？现在就去办公室慢慢说。钱。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。徐总，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谈。我们继续吧。孙总，我记得当天就是在这间办公室，我亲口向您提的辞职，怎么现在变成我被星辰辞退了呢？我在这里进进出出了6年，从来没有想过会被人从这里赶出去，更没有想到为了一张简单的离职证明变得这么困难。夏言呐，我呢一直还是很器重你的，很上进，很精明，为公司也创造了很多的价值。但是，就在你离职的这前1个月，你因为个人的情绪，导致你工作上极大的失误，好几个项目因此都耽误了，你知道吗？孙总，那您具体能说明一下是哪几个项目被耽误了吗？您要是理不清楚的话，我们就去申请劳动仲裁。如果是因为我给公司造成了损失，我愿意赔偿。这个，好，项目的事情再说。但单凭 SG 未来3年的短期的规划和我们星辰未来项目，那可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。你作为星辰的资深的运营，就算你离职，短期之间我也不会让你去 SG 的。我当初跟星辰签的劳务合同没有签就业禁止协议。无论如何，这份离职证明我是拿不到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就走法律的途径。
并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。亲爱的，你太坏了！昨天晚上你折腾的那么……放心吧，这是我第一次听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过会儿我就删除。原本我刚刚生气的时候，想过要拿这件事情来报复你，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没有必要拿别人的为难来降低自己的品格。孙总，咱们劳动局见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夏言，其实吧，我这么做都是舍不得你走，但是吧，你有更好的平台可以去发展，我从内心个人觉得很好哟，我愿意啊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去帮你把离职证明给办了，好不好？子思，干嘛？帮夏言把离职手续给办了。我不去。现在去办呐！你凶什么凶啊？我去。齐总再见。好，谢谢你。夏言，你来晚了，已经过了12点了。20分钟前，我已经把离职证明交给人事部了，这个是副本，你们看吧。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，夏小姐的工作能力确实不一般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。为什么？刘一鸣你认识吧？听说你带着几个朋友大闹他的婚礼，甚至还招来了警察。我们 SG 可是上市公司，是不会雇佣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。刘一鸣和我朋友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，可是他却婚前出轨，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分手。可是他却在同样的时间、同样的地点跟他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。我们那天去婚礼现场，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刘一鸣的真面目，还我朋友一个公道。如果这样在你们眼里也算是惹是生非的话，那么 SG 确实不适合我。等一下，既然是对方有错在先，婚礼的事就不能算是过失。薛总监，这事儿你确实应该重新考虑一下。不用了，因为档案的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到一个人，甚至都没有向当事人求证，这样的公司不进也罢。确实不能因为档案问题就轻易否定一个人，当然，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就轻易否定一家公司。你说对吗？月薪2万，持5星，3个月试用期，下周1入职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运营部新来的同事夏言。大家好，我叫夏言，之前在星辰科技负责爱瑜伽的项目，今天正式入职 SG， 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。你好，我是美琪。嗨，我是悠悠。嗨，我是艾米。我是小……你就不必了。夏言，我们运营部实行末位淘汰制，每个月月末都会根据大家的绩效考核来打分。连续2个月分数垫底，就会收到黄牌警告；若是第3个月继续垫底，就会被劝退。小齐，你已经连续3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吧？今天可以去人事递交辞呈了。我们 SG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，Drive for results， 一切以结果说话。不管你的过程当中有多努力，只要没有达到目标，那就是无效劳动。所以在这里呢，
不要想着能够浑水摸鱼、耍小聪明、玩心机。不管你表现得有多刻苦，只要你没有完成任务，就会被劝退。我们会把机会留给那些更合适的人。我说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悠悠，秀我新版本的第2季度线下活动策划方案，我们小组已经整理出了3份，今天早上已经发到薛总监您的邮箱里了。我看过了，没创意、没重点，不及格，推翻重做。给你们3天时间，一定要展现出秀我新版本的主推功能。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线下活动场地已经谈好了，活动文案和物料设计也已经准备好了，邀请的媒体名单也已经列出来。只是什么？我说没说过工作会上不要只谈成绩，有问题先说问题。因为还有几个嘉宾没有邀请到位，所以物料暂时还没有办法制作，宣传通稿也在等最终确定的嘉宾名单。邀请嘉宾的工作之前是小齐在做吗？是。你能行吗？没问题。论坛下个月必须按期举行，所有的嘉宾名单这个星期必须交到我的手上。你就坐小齐的位置，试用期3个月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抓紧机会吧。小齐，我之前合作过一家广告公司，待遇还不错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你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。这个是他们公司的名字，还有电话。谢谢你。这是我电话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我。夏言，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的嘉宾名单和资料我都发你公司邮箱了，记得查收。好，加油。夏言，你是不是得罪薛老大了？你也觉得他对我有敌意？不是觉得，而是事实。他交给你的任务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！可是，在我的字典里没有 impossible。袁大海教授，刚才那个被劝退的小齐，就是卡在这个袁大海教授上的，2个多月都没能搞定，只能收拾东西回家了。这个袁大海教授啊，是业内大拿，全国计算机安全信息领域的资深教授。他来做主讲人，必然会提高这次活动的品质，所以上面就定下来非他不可。可是他拒绝了。小齐给他发了好多邮件和短信，他愣是不搭理。后来小齐直接跑到袁教授学校的办公室，直接被他叫来的保安轰出去了。僵持了2个月，愣是没跟袁教授说上10句话。要懂啊，就把这个事情全部解决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你在这瞎讲，是不是？袁教授，根本都。袁教授，同学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刚刚听了您的课，有个疑问。说说。您说保护大数据信息的有效措施是基于开发公司的良心，还有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。哦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供更安全的锁，但是呢，这个锁能不能用上，取决点并不在于我们造锁的人身上。那如果在建房子的时候，为这栋房子特制一把安全锁呢？小姑娘，你是几班的？你可以把你这个想法呀，好好的构思一下，然后写出来，我们一起探讨。对不起，袁教授，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言。袁教授，您能给我几分钟时间？胡闹！小王，叫保安来，这里有不是本校的人在捣乱，赶他出去。袁教授，我们袁教授不接商业活动的，你别再来烦他了。我们不是商业活动。
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有点急事儿。袁教授，袁教授，怎么你也找到这里来了？这是我们活动的资料，您看一下。小李，到。你好，袁教授，您下班了。他不住在我们这小区，不能进啊。是。袁教授，袁教授，我们的经营论坛真的是公益性质的，不是商业性质的。也不能大声喧哗。再见。夏小妍同学，你这才去新公司几天啊，就累出黑眼圈了，小心未老先衰啊！喝杯果汁，补充一下维生素 C， 挽救一下你的皮肤吧。他不想参加商业活动，我理解，但是我们的活动明明不是商业性质的，他为什么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呢？哎呀，你就别想了，有些人的脑子呢，不是我们都能明白的。你说袁教授一个搞网络安全的，随便去哪个公司不是高薪啊？非要留在学校搞学术，当一个穷教授，跟小磊一样不开窍。哎，我突然间想起一事儿啊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给小磊介绍过一个高薪兼职，他也是说什么都不去，非要留在那书店打工。我当时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为什么。小磊肯定是觉得你那兼职不靠谱，在书店打工更稳定。才不是呢！你看你也想不通吧？我也是过了大半年才知道，他跟我说那时候书店2楼有一个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，他就是为了照顾那窝猫，才不肯换工作的。猫？对啊，莫名其妙。顽固的人都有坚守。有铠甲就有软肋，这个袁教授的软肋到底是什么呢？夏言，我叫你过来是来陪我聊天的，你就只知道忙工作。喂，半年前袁大海也参加过其他公司的活动吧？这几家公司的共同特点是什么？共同点。哦，我发现第一家公司是苏大计算机系的合作单位，第二家公司的 CEO 是他的学生。也就是说，都跟他的学生有关。好像是，而且我还听说，1年前袁大海帮他的学生联系了一家公司赞助，想做一个研究课题。但是因为学校的阻拦泡汤了，因此袁大海还找到学校领导大吵了一架。没想到这袁大海对他的学生那么好，那不是一般的好啊。总之谢谢你，有什么新情报你再告诉我啊。当初他以为我是学生的时候，对我也挺好的。也就是说，学生就是袁教授的小猫。虽然不知道他拒绝我的原因，但是我可以给他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理由。这什么？是校招实习生的策划案。校招实习生跟运营部有关系吗？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没有做好，就替人事部讲方案。你要是对他们工作那么感兴趣，可以申请调离运营部啊。薛总监，我是为了安全论坛主讲嘉宾的事情做的这份方案。公司办事有章程，你的意思是以后每请一位嘉宾都要按照你的意愿来改变章程吗？可是方案不通过，出去。好。哎呀，终于下班了。今天什么日子？大家都不需要加班呢？夏言，你也忙完了？难得今天下班早，要不然咱俩一块吃火锅去？
夏言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你在看什么呢？校招实习生方案，你要给人事部献策啊？唉，已经被否决了。我给财务部的方案也被否决了。哎呀，奖金真是不好赚的。什么奖金啊？你不知道吗？哦，对，你刚来啊就接手了小齐的工作，你没参加新员工培训。咱们公司啊有一个人才激励政策，所有的员工呢可以跨部门献策，一旦被采用就会有奖金。我已经想了很久了，我觉得跨部门，怎么献策啊？就很简单啊，就比如说你这个方案吧，你就可以用 OA 传给人事总监。艾米，你真的是我的大救星。你不是说被否决了吗？徐总，你找我有事吗？着装不错，不过你可以下次试着再放开一点儿。要是没有其他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去找袁大海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了人事部的批复，你提交的校招实习生方案已经通过了，是为袁教授准备的吧？切入点不错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袁教授捉摸透，并且知道他爱惜人才，还知道拿公司的政策为你所用，值得鼓励。谢谢徐总夸奖。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别喝咖啡了。饮水机那儿不是有花草茶吗？该休息的时候就得好好休息，别到时候分了手，怨工作拖累了自己。哎，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吃，但我这都到家门口了，没有办法呀。对，我就在家楼下呢。你好，是不是？不是本小区业主不能进，我是这小区的呀。请刷卡。卡不是找不见了吗？你帮我看一下啊。摘下眼镜就能找得到。摘呀，摘呀，你倒是摘呀。再见。你好。袁教授，袁教授，袁教授。袁教授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脚没事。袁教授，这有一份策划案，您看一下。为了帮资本家来忽悠人，值得这么拼吗？袁教授，您是一位老师，难道您不希望您的学生以后努力工作吗？我教的学生都是做技术的，跟你不一样，他们通过努力所得到的，都是真实的成果。他们努力的成果是产品，我们努力的成果是让产品被更多人认识。不必说了，你去医院看一眼你弟小吧，医药费我来付。我的脚没事儿。你还挺诚实的，
我从来不说谎的，袁教授，这份方案与我们的活动无关，是关于您学生的，所以还请您看一眼。我的学生？所以，你们想利用我的学生来跟我交易？不是的，您的学生都非常优秀，我们公司很需要他们。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了公司的审批，不管您是否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都会执行的。你这就是活动策划？对，请您过目。我不看，我相信这份策划写的一定非常好。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们会按照这个策划去执行呢？袁教授，这份策划书将由公证处公证，并由他们监督。如果有任何违背了公益精神，或者是违背了这份策划书上的内容，我们公司不但会赔偿您巨额的赔款，还会由公证处发布公告还您清白。这个你能做主？这个我倒是不能做主，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，如果公司不答应这个要求，我一定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袁教授，那如果公司答应了，您是不是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论坛了？你的脚真没事吧？谢谢你，谢谢袁教授。论坛嘉宾的邀请情况怎么样？问题都解决了吗？袁教授已经答应做主讲人了，夏言已经把签好的合作协议带回来了。答应了。对，协议在这里。校招实习生，谁给你的资格让你替公司做决定，用这个条件来做交易的？签这份协议之前，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人事部的审批，还有备案了。人事部。其他问题还有吗？根据嘉宾的邀请情况，通稿和物流我们已经对外投放一部分了。前几天和总监您讨论过的关于秀我新版本第2季度的线下活动达人秀，我们已经在筹备当中了。这次不仅有线上作品的投票比赛，还有线下的培训活动，所以我们前期接触的部分网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推掉了。还差多少？还差15个。运营部现在的工作效率都这么低了吗？你们是都当末位淘汰制闹着玩是吗？秀我新版本下个月就要上线了，活动必须按期举行，意味着你们至少要提前半个月积极预热。一共才50个人，给我差15个，这个月绩效还能不能完成了？50个人，需要这么多吗？Amy， 既然你无法胜任，就把手头工作交给夏言。SG 从来都是效率为先，能者多劳，我们不给任何人机会拖公司后腿。所有人提高警惕，打起精神，不要以为走了一个小棋，你们每个人就多了3个月的时间。林浩学长，小磊，你下班了？你是来找夏言的吧？我们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，庆祝他工作成功迈出的一小步。我还给他买了红酒呢。真贴心。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？不用，一起啊！我买了3个人的量。你也好久没尝过我的手艺了吧？那我今天晚上可以跟着夏言沾沾光，有口福了。走吧。用我帮你拿吗？不用不用。
油焖大虾出锅了。哎，你别动，随时烧到手。过来。好。这种事啊，是男人干的。这都几点了，夏言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学长，要不你跟他联系一下吧。那我去给他打个电话。好，我倒酒。喂，亲爱的。你现在不会还在公司吧？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我一忙就忘记看时间了。是不是饿了？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儿。要不然你跟小磊先吃吧，我这赶紧忙完了，然后我再回去。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，我一定会尽快回去的。行，你路上别着急，注意安全。饿了的话就去楼下便利店买点吃的，先垫垫肚子。好。那我先工作了。夏言怎么说啊？他在加班，晚点回来。好吧。还没下班？徐总，没事，坐。达人秀的事情时间比较紧张，所以我加了个班，整理点方案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线上的宣传是美琪他们组在负责，主页的宣传海报已经和企划部对接过了，还有比赛页面的功能需求和产品部已经开过会了。线下的发布会还有活动场地是艾米和悠悠他们在负责，具体相关物料已经开始筹备了。听薛总监说，达人秀的名单还没敲定。还差15个。看什么呢？笑成这样。你看看，这小孩是不是挺逗的？小胖子哈，逗吧？还穿个恐龙的衣服。饿了吧？要不我去把汤端出来，我们先吃。要不等夏言回来我们一起吃吧。没关系，等他回来我再给他做嘛。那我去吧。没事没事，你坐着去。来，汤好了，我拿下垫子。小心点。冬菇乌鸡汤，你们女生喝了补气养血。来，好香啊！真羡慕你们。你说当时我们学校啊，有那么多对儿，我们认识的人里面，到现在还在一起的，也只有你和夏言了吧？我梳理了一下网红的名单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我们找的网红类型太过单一。这事儿和薛总监商量过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只是梳理了一下名单，写了个方案初稿。我看看。目前大众所认可的网红，普遍都是长相漂亮、打扮精致的女生，但其实这样的女生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在尝试，我们可不可以打破既定观念，加入不同类型的达人。像互联网这种讲求效率的公司，他现在又在 SJ 这种大公司，而且又是在试用期，竞争压力肯定太大了。如果想留下来，必须要付出加倍的时间和努力。我明白，像我们这种从外地来这打拼的年轻人，想要找到一份稳定的、有前途的工作，站住脚，太难了。
我弟前2天还说最近要过来找工作呢。我帮他递了好几份简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说现在本科生、研究生，他们都找不到工作，那我弟一个大专生，他拿什么跟人家竞争啊？弟弟学什么专业的？市场营销，还没什么工作经验。哦，要不你把他简历给我一份，我帮他留意一下。还是算了吧。学长，你刚回来工作，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忙得过来呢，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有什么呀？你是夏言的闺蜜，也是我在学生会就认识的小学妹，力所能及忙帮一帮，有什么麻烦的？真的不麻烦吗？你回头把他简历给我就行。那我替我弟，我敬敬学长。太客气了，来。别光顾着说话呀，快吃呀！好。是不是公司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最近一家计算机培训学校在跟我们谈购买软件的事，可能是他们，我去接一下，你先吃。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，音乐。网易云音乐他们有10万以上的音乐人，我们这几年听的很火的、很流行的歌曲，都是来自于这个平台。徐总，你觉得呢？先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吧。行。吃饭吧。不了不了。紧张什么？让你吃饭又不是吃你。不是，我还要忙方案的事情呢。那这份沙拉我吃了，徐总你不介意吧？吃这么少？晚上吃太油腻的不健康。这鸡蛋给你吃吧，我不爱吃。您不吃就放着呗。浪费可耻。你这么晚还在下班，男朋友没意见？所以，咱们公司是不是应该考虑给员工发情感补偿费啊？可以啊。如果你们分手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补偿一笔费用给你。徐总，我虽然有工作，但是我也有个人的生活。你自己慢慢吃吧。方案就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，明天交给我。刚聊2句工作，又开始胡说。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呀？那学长等了你1个晚上，刚走没一会儿。别提了，一言难尽。啊，我这脖子现在还酸着呢。辛苦啦。这开心果谁包的呀？还能有谁啊？当然是学长一颗一颗帮你剥的。你先坐着啊，我把汤给你盛出来。哇，有我最爱的油焖大虾哎！嘿嘿，来啦，小心烫。我把虾给你热一下啊，别烫着啊。喂，亲爱的，对不起啊。到家了？可是没见着你。没事儿，我们时间多着呢。晚饭吃了吗？我就吃了点沙拉。你这样不行啊，长期下去会得胃病的。以后加班先把饭吃了。知道了，
我在喝你炖的汤呢。真香。多喝点，喝完之后在家里走动走动再睡啊。知道啦。等我忙完了这段时间，我再补偿你啊。好，我等着。你快吃东西吧。那你路上小心啊。快吃吧。好熟悉的味道，还给你加了糖呢。夏言，工作虽然重要，但是我们女孩子嘛，早晚都要回归家庭的。今天啊，学长可跟我说了，他说他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你那么辛苦了。你说的我都知道，但我今天啊实在是走不开，我也没办法。也是，要不是因为有什么急事儿，你肯定会飞奔回来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那学长差点就带着饭去公司接你了。林浩他会理解的吧？我们都在一起7年了，其实就差一本结婚证了。我是想着呢，趁没生孩子之前啊，再好好的拼一把工作，得为以后生活做打算。哎呦，你看看你这黑眼圈黑的，你都赶上那个瞎的眼睛了。真的，我太难了。准备发给媒体的通稿我都看过了，整体都不错。但是夏言那个意见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去掉网络红人这样的标签，全部换上达人，这样可以覆盖更广阔的领域，吸引不同层面的客户。没有几天活动就要开始了，你确定要改动这么大吗？软件页面上，产品部和技术部可以做调整，时间应该来得及吧？我考虑一下。达人名单的空位现在还剩下多少个？我目前谈了25位候选人，不过这些人都是我按照新的标准来找的，具体人选还是需要薛总监你这边确认。方案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徐总跟我说了。活动人选目前齐了，没有其他问题了吧？总监，昨天有另外一个活动，也找上了我们谈的5个头部网红，时间跟咱们定的有冲突。这5个头部网红说要把佣金提高50%，不然他们就不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是要违约吗？因为之前他们承诺说要来，所以只签了意向书，合同寄过去了，但是还没有寄回来。合同的事情到现在没搞定，早干嘛去了？既然知道要邀请那么多人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在关键环节上进行把控啊？难道还要等到活动开始跑来跟我说场地被征用了吗？谁要是不想干，赶紧辞职走人，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跟精力。总监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艾米，那些网红他们都是临时起意，如果没有另一场活动，我相信他们会回来参加达人秀的。夏言，我告诉你，在职场上就没有如果这2个字。我明白，但是薛总监，我们应该分析问题的可能性。那你想到办法了吗？活动经费不可能增加，头部网红的数量也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就算你给我找来50个所谓有个性特色的达人，他们的影响力全部加起来也永远比不上5个头部网红。我认为事情一定还有转机。这么说，你想到解决方案了？暂时还没有。那就是以后会有。行，达人秀统筹组由你来负责。张总的活动是与国外网红合作，规格有多大你应该清楚。如果你们连佣金都比不过，为什么我要和你们合作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个广告定妆，先走了。
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找……你好，是蔡小姐吧？你是？我是夏言。啊，你好，坐吧。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几句话就走。今天就不打感情牌了，大家都是出来工作赚钱的，直接点，这样都省时间。好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根据我们这次活动的预算，蔡小姐所要求的多加50%的佣金，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达到。但是我们后续能给你的，会比你现在要求的还要多。漂亮的话谁不会说？张总找你们的活动确实是档次高、规模大，表面上看上去曝光度很高。但是我们秀我这次线上的达人秀活动会持续3个月 ，SG 所有的平台都会首页推广。我看过他们宣布出来的拟定人选，其中有15位的头部网红，定位和类型都与蔡小姐相似。但是，恕我冒昧的说一句，蔡小姐的热度并不及他们。我相信你的选择应该是跟我一样的。我就喜欢和爽快的人打交道。合同。哎呀，来了，夏言你回来了。哎，我这腰。噔，姐，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本来说好的下个月出现在你面前，结果你亲弟弟，我现在看着我干什么？你能不能把鞋脱了再说话？我可是擦了1个中午的地啊！哎呀，没事，我这鞋脱了这味儿你不也受不了吗？等会儿啊，他渴死我了，我先喝口水去。渴死我了！不，喂，哎。你什么时候收拾东西？收拾东西干嘛？你这不要结婚了吗？得搬过去啊！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不是还没结呢吗？你呀，就是性子太慢，脾气太倔。没事，弟弟替你想着呢啊。哦，对了，我给我姐夫打电话，他怎么不接啊？他有点忙，应该没听见吧？嗨，他在国外出差，有时差，可能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正睡着呢吧。没事，不着急，等他回来了再给我租房子。到时候就租一个像你这么……不行，你这太大了，不好收拾。那就给我租一个1室1厅就行。小军啊，你要不就在这玩2天？你这行李不是还没带吗？等回去了，咱妈都已经寄过来了，写的你的电话、你的名字，到时候收到了跟我说一声。啊，行吧。怎么了？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来了会给你添麻烦？没有。姐，我真不是来玩的，更不是来蹭吃蹭住的，我是来工作的。进来吧。这是谁啊？那是谁？小军工作的事，你真能帮他搞定啊？放心交给我吧，正好呢，最近我们公司在招人，内推个人，我还说得上话的。不过我听说你们公司要求挺高的，小军他能胜任吗？我看过他简历，虽然是大专，但专业还算对口，说不定能很快适应呢。不过说到底，公司最看重的还是业绩，我能做的只能帮他争取个机会，
之后还是要靠他自己。你看你，再叹气就变成小老太婆了。我是在担心小磊。之前他怕家里人过来闹，没有说出刘一鸣的事。可他这个弟弟，偏偏就是奔着那个有钱的姐夫来的。这事儿瞒1、2天还行，时间长了肯定会露馅的。他弟要是知道这么大个靠山没了，还指不定怎么闹呢。慢慢来嘛，等工作事情定下来，再让小磊找个合适时机告诉他，大概也就过去了。但总这么瞒着也不是回事儿啊，好像埋了个定时炸弹一样。别担心，如果他能入职，平时我会多看着他的。那我先替小磊谢谢你了。我说过，只要我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你有任何烦恼的。啊，别担心。他说他叫什么？连浩。不是说我姐夫给我找工作吗？怎么变成他了？连浩学长也是市场营销的，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。你要是跟了他，肯定会学到很多东西。那我那一室一厅呢？学长说了，只要你能面试成功入职，公司自然就会安排公寓了。我饿了。想吃什么？荷包蛋。还有呢？俩。行，我去给你做。对，行，一点。网易云音乐一直致力于扶持原创音乐。你们持续几年的石头计划里，就是为了给有才华的音乐人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。而我们这次的达人秀和你们是一样的初心，就是为了给有才华的年轻人创造机会。你们这个活动我也有了解，想法不错。这场达人秀的音乐板块中，大部分的音乐人来自于网易云音乐，不如我们共同努力，一起把这场活动做成行业内的标杆，让网易云音乐成为这场活动的联合出品方。这个想法确实不错，我个人非常认同。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给到你们一个确切的答复。这样吧，我把你们的项目带回公司，马上开个会，一旦有确切的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怎么样？是这样，因为明天将会对达人秀做一波持续的宣传推广，时间非常的紧张。如果今天咱们下班前能定下，那么就可以将活动正式向外推出。好，没问题。网易云音乐要跟达人秀合作。他们愿意为达人秀提供所有的音乐资源，并且为音乐人提供推广资源。这次活动呢，涉及的音乐作品比较多，原本有些歌曲是需要获得特别授权的，但是这次我们以网易云音乐联合出品方的名义发起，版权相关他们就会负责处理，相当于节省了很大一笔经费。现在我们只需要负责活动场地，还有达人近半个月的培训支出就可以了。我算过了，经费完全都足够。行，让法务部拟合同吧。夏言，这个工作如果告一段落的话，那你和林浩学长在一起的时间会更多了吧？安全论坛刚落幕，现在又来了个达人秀，
SG 的硬骨头啊，真是一块比一块难啃。我现在忙的连跟林浩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，还不如当初异地恋。我说那些资本家就这么压榨你们这些小白领的？除了工作，连私生活都不能有吗？要是工作的压力吧，我倒不怕。关键是除了一个处处挑你事儿的女上司，还有一个行为可疑的男上司，我简直就是夹缝中生存啊！什么意思？什么男上司啊？哎，你过来说嘛。哎，亦正亦邪，听我仔细跟你们说啊。他认真工作起来吧，是个很有魅力的大 boss， 但是呢，没在一起待2分钟，他就开始说一些不着调的话。我刚要抗议几句，他又开始公事公办起来。我有时候怀疑啊，他是不是个精神分裂？还有，他会对我言语暧昧。说什么了？他平时上班总是很挑剔我的穿着，要不然就突然出现在我身边，离我很近的说话。而且还经常问我男朋友，办公室性骚扰。性骚扰？不至于吧？倒也没有那么严重。这种事情宁可多想也不能大意了。很多职场性骚扰都是在一步步试探中加剧的。如果你现在不表态，或者是你退让了，很有可能就从言语骚扰变成肢体性。一定是个老变态。他其实也不老。而且我们公司很多女生都欣赏他，都想围着他打转。我觉得还是太不安全了，万一真有这样的上司，要发生什么事儿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夏言，你还是辞职吧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本宫专治这种变态老男人，什么时候需要我出马，你就吱一声，我保证让他下半辈子都不想见到女人。打手雷打自己人，说着，只有我陪你。先生，这个是您家的酒。谢谢。哎，我最近怎么没听你提起你的那个向医生？还提什么？花也送了，话也说了，知道人家怎么跟我说的。他嫌我太小，说没有感觉。年纪小。哥们，给你一个良心忠告啊。如果说你总是碰壁的话，你得想想是不是自己方向走错了。不是感情方面的事情，你那点临床经验就不要告诉我了。女人就是祸害。好想被祸害。这世上像你这样求着被祸害的还真不多。别，修成 K， 你就是祸害。来吧，说说吧，最近有没有祸害哪个小姑娘？我是在拯救一个姑娘。谁啊？说说。不可说。又跟我玩神秘是不是？纸里是包不住火，总有一天我会知道。还有啊，只能喝这么多了，再喝多了。告诉你，你可就出事儿。喝酒伤肝，你要养肝才能明目。就你这个眼睛，我告诉你，谨遵医嘱吧。是，马兽医说的是。马兽医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这兽医，你眼睛早废了。这么说起来，我运气还不错。怎么能说是不错？你运气不要太好了。当年你把我拦下来，二话不说，一脚油门给你送医院去，顺便给你找的全是最好的眼科专家。你能说自己是运气好吗？你简直是上辈子拯救了全世界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不说你拯救了全宇宙呢？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你究竟是拯救了哪个鬼？时间不早了，这带你买的，先走了。哎，你什么都没说呢。明天呢，我给你们补血，去吃一下那个新开的网红牛排，就在 SG 楼下，怎么样？我不行啊，明天我有场大手术。我也有事儿。你们学校不是有午休的吗？
有什么事儿能比吃饭重要啊？从实招来。我明天约了相亲。相亲？我也老大不小了，也应该早点安定下来。相亲是好事儿，说明小磊已经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了。在我们老家，就我这个年龄，我同学他们都快生2胎了，而且没认识刘一鸣之前，我妈经常被人问，说你女儿怎么还没嫁人啊？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？你管他们干什么呀？那我爸妈要面子啊，而且我爸身体也不好，我妈年纪也大了，我不想让他们操心。你这么说，你结婚是为了你爸妈结的呀？没有，爱情到最后不就是结婚，2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吗？而且我觉得合适比什么都重要。相亲确实是认识人的途径，但是进入婚姻首先是自己的事儿。希望你不是因为家人，而是因为真的想和对方在一起才结婚。大表姐，你不是不相信爱情吗？每个人不一样，追求的也有所不同。小磊追求的呢，就是家庭式的传统婚姻。你们俩追求的就是荷尔蒙和多巴胺的情感归宿。2个人结合在一起，就是要分担彼此的责任，承担对方的义务。当然，对于我现在来说，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承担家庭和你们带来的责任，我不需要另外的人来替我分担。我也不想花精力去承担原本没有的东西。不愧是大表姐呀！不过呢，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幸福。果然是大表姐，果然是大表姐。肉麻？说谁呢？谁肉麻？再说一遍。你们肉麻呀？肉麻吗？既然选择了相亲呢，我们就发挥好相亲的优势，效率提起来。所以啊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，开门见山，直奔主题。你看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的情况呀，婚介公司跟我说的都差不多了。赵小姐想要29岁前结婚，30岁前生孩子，这个要求啊，和我挺搭的。是吗？是啊，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。在市中心呢有3套房子，不大，都在160平上下。代步车子呢2台，不太好 ，BBA。BB 啊，哎嗨，就是车子的品牌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。这个平时说英语说习惯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，您继续。孩子呢1个，女儿。所以啊，我现在的状态就是4个字。基本完美。您知道为什么是基本完美吗？因为啊，我还差个儿子。如果对方能跟我结婚，我马上把车子过户一让给他，当然是比较新的那一台。房产证上也要加上他的名字，排名可以放在前面。现在才5月份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下个月就可以领证。那到春节后啊，就可以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了。而且这个春季生产对女性特别好，有利于恢复。不好意思，刘先生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吧。路上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会儿。不用了，谢谢刘先生，我先走了。这个是黄总他们公司的成品研发报告。那这个的研发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他们公司准备在明年 Q1、Q2 上线的新产品。其实你也什么都不懂。看什么呢？刚才那个绿油油的帅哥是谁呀？他呀，他就是那个。哪个呀？你口中的变态老男人。这么帅啊？喂，我午休可就1个小时的时间，你紧着点儿。
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呀。知道啦，走吧，好好吃饭。你可没告诉我是这么有型的一款色狼啊！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啦。同样的话，丑男人说是骚扰，帅哥说呢就是调情。你遇上的这款，能和你调情，算你荣幸。我看你啊，跟他一样，变态了。既然你这么不受用，那不如交给我好了，1个月之内帮你搞定他。别了，他高深莫测的，跟你之前遇上的男人啊不一样。那更有挑战性啊！只要我出马，保证让他除了我，对其他女人提不起任何兴趣，而且是一辈子的那种。那不是等于把你送进狼窝里啊？我乐意啊。喂，夏言，你是怎么盯活动的？王一婷肠胃炎犯了，她来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她肠胃炎犯了？违约金都打过来了，替补人选你有没有？活动可是还有1个小时就要开始了，既然我们宣传的是50个人，那必须到场的有50个。好，我马上回去啊。就走了啊？出大事了！我之前联系的那个网红撂挑子不干了，我得回去联系个新的人。那牛排不吃了？走了，阿妈。喂，是我。上次你跟我说那什么活动来着？哎，夏言，你可回来了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？别急，我刚想给你发消息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对呀，我们之前联络过的一个美妆达人，他突然说可以来了。谁呀？叫什么我忘了，反正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快准备一下吧，仪式马上开始了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现场所有亲爱的朋友，大家下午好！谢谢，非常感谢各位的掌声和热情。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SG 与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的“悦享秀我达人秀”启动仪式活动现场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首先邀请全场的朋友拿出热情的掌声，来有请 SG 夏言女士来到舞台上，为大家介绍今天达人秀的活动流程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言，很高兴这次可以和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这么精彩的活动，是 SG 的荣幸，也是我个人的荣幸。我们达人秀一共分成2个部分，培训还有展示。薛总，公司为大家准备了为期怎么3个月的培训，你们又让别人顶上了？方便大家本来你就是备选，我没说过你能上台。可是我大老远赶过来参加启动仪式，车马费会给你报销的。都是拥有独特风格的生活达人，以后再有机会 ，SG 欢迎你们入驻。也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在 SG 拥有一段难忘的生活时光，拥有更高的人气。谢谢，非常感谢夏小姐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啊，有请出15位美妆达人来到舞台上跟大家见面，掌声欢迎。接下来就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北。好，北北，来这一位您是 ？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蔡欣。哇，名字非常好听的蔡欣。这一位您是？大家好，我叫辛迪。好，来这一位小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， 非常可爱的 Coco 小姐。好，我是云佳。你就是那个来救场的美妆达人，开不开心？我可是听说你遇上麻烦了，二话不说挺身而出，怎么样？仗义？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你快告诉我许成义在哪就行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执行我们家居店里的计划，让他爱上我，从此再也不理红尘俗世。喂，韩爽，达人秀可是我来 SG 第1个主理的项目，
你要真想帮我，就安安心心的陪我把活动做好，其他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啊。你放心，我有分寸的。再说了，这个活动是我自己要参与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就好好看着我怎么把他拿下，让他再也不敢亲我。 您就是徐总吧？你好。都说徐总您是 SG 的招牌，男神中的男神。今天一看，果然让人眼前一亮。看来老天是想安排我一段奇遇呢。请问你是？我是你们刚签约的美妆达人，我叫 Coco。不好意思。 与达人联络不是我负责的，不是由您负责，也可以互相加深一下了解。在活动上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你可以找我们运营部的夏言。就是夏言告诉我你的情况的，不过我还是想跟你亲自聊聊。 夏言告诉你的。那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说的可多了，想知道吗？没兴趣。